作为一个离乡近20年的东北人，我会在凌晨3点的外卖点一份酸菜汆白肉，会在街头凭着一声东北话和陌生人热情寒暄，却逐渐记不清松花江风动时冰冽的轰鸣。当哈尔滨用万人雪滑梯接住全网的热望，当冰雪大世界的钻石海在热搜上折射出20亿次光芒，我却选择沿着 K7039次列车的轨迹继续向北，去往比故乡更北的地方。穿过900公里雪幕，抵达中国版图最北的呼吸点漠河。这里年均风冻期215天，积雪最厚可达87厘米，能没过成年人的膝盖。零下40度的空气会给睫毛镶上冰晶。但在这座呼吸都带着霜花的边境小镇，我们同行的南方小金豆见到了真正的冰雪法则。凌晨泼出去的热水在空中定格成冰环，哎呀，喝不下了，喝不下了！用驯鹿雪橇在地图上犁出银河轨迹，还有从2米厚的冰层下吊起的黄鱼，上岸3秒便披上银色的铠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头号公路。妈，我找到北了！带你们触摸钢铁森林之外的东北脉搏。欢迎来到北国之境，漠河。早啊！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刚刚天亮。酒店老板说，今天早上这个零下34度算是比较暖和的早上了。车里的电昨天是充满的，放了1个晚上之后，又只剩60%了，还是得充电。看充电桩上都是冰碴。哎，枪冻住了。啊，充电口盖也冻住了。在这儿任何东西冻住了都很正常。哇哦！能看到吗？这里面全是冰，这怎么办？我去看看另一个枪有没有。这干净多了。再来试一下。啊！哦，充电。白天是1块9毛7。漠河北极星广场，实在是太冷了，这样蹲着跟你们聊聊天。整个漠河差不多就这么大，这么大是多大呢？就是10分钟你可以绕完一整圈。昨天晚上我们想去漠河舞厅，然后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搜漠河舞厅的时候，显示我们的距离是236米，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走过去的，特别近。今天我们会在漠河认真的转一转。昨天其实我们有发现很多惊喜，或者说让你觉得对这样一个小城刷新了认识的一些地方，等会儿我们带你去看一看。漠河市的主城区真的很小，从地图上看大概只有2.5乘以2公里的范围，开着车只要10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市区兜个遍。但这里的商业密集区域和村落之间的界限又非常的明显，所以无论你想去逛街，或者是去宁静的村落走一走，你都可以轻易的做出选择。这应该就是属于是叫大吉了，对，小吉。很热闹。给你们看看这外面的街，你看每台车都戴着口罩，哈哈。那里有卖鱼的，我刚看到。卖鱼的，在地上咱买2条鱼啊。主要是我没见过这么卖鱼的。啊，走，我带你去看，看卖鱼的。哎呦我，这啥鱼啊？鲨鱼啊！这鱼行啊，这条是镇店之宝啊。这啥鱼啊？鲟黄鱼。我这嘎达一天就是说那来拍照的啊，没有1000，足有2000。这个地方卖鱼吧，你看你们觉得稀奇是咋的？啊，它是改天然在外边，你像你下边哪有这种卖鱼方式？是，天然就冻着呢。走吧。
这条街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冰柜，这些东西只是放在了冰柜里。对，人也在冰柜里，你在冰柜里面逛集市，这个好吃，跟石头一样。听声了吗？看这硬哈，也跟石头一样。对呀、这是不是好吃？这回去得花多长时间？花一道吧。你看雪糕是这么卖的，这老好吃了，这玩意儿打小吃到大。这个今天拿了放车上，到下午也吃不上。上街逛一圈，好像是一点没变呢。榛子还是用麻袋装成一桶一桶的，鱼还是摆成一排一排的。上车，继续出发。现在我们要去更北的地方了，北极村。就在我们准备要出城的时候，我们突然看到了一片彩色的房子。这都是彩色房子。你说他们是每家刷这房子的时候，是不是互相之间商量了？这个你家什么颜色，我家什么颜色？这重了，别挨上。对呀、你没有一样的，你看啊。那现在。这个紫色就特别的洋气。大爷，咱这房子每家颜色都是自己选的吗？统一的。哦，统一安排好的。哦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不生火住在这里。还是这里面已经有了现代化的一些取暖手段。哦，身后，快！应该是刚刚那一只，它找到了吃的，然后它叫了很多小伙伴来。其实，如果你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故事的话，你应该可以想象到。他们拿着刷子在这里刷这栋房子时候的心情。童话般的彩色木屋像被散落的乐高积木，可1987年5月7日的那场大火，曾让这里成为炼狱。这些糖果色的房屋并不是童话，是幸存者写给未来的明信片。你看，这儿。有人在生活。保持左侧道路行驶。现在我们到了北极村的村口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，右转购票，左转有一个打卡点。哇，你们看，但是这雪人一看就都是男同志得意的，你说这大平头，怎么解释呢？方块头。买票在哪儿？好嘞，支付宝是不是？只要你的身份证上带北、带冰、带雪，就可以免票入园。看这个，北冰雪，
那我一个也不占。你好，北极。啊。OK。不要越过边境线，不是不过江就没事呗？过江对呀，但那个江线冻住了，物理上你能过去，但法律上不可以啊。哦，懂了，哥，那个冰面上怎么能认出来过没过边境线呀？走个10几20米行不行？走几米应该行吧？啊，一共多宽啊？它一共得有将近100米，但具体我不知道，具体数据我不知道。有人抓是不？有人抓，有人。你这么吃我害怕。不用你不用。怎么吉他到里边变俩了呢？老板说他换一根弦，没想到咱们能不到了北能帮他换极村的？第一件事竟然是修吉他对呀，。一会儿帮他换一下。民宿老板有一把供客人娱乐的吉他，刚好我们自己也带了一把吉他和备用琴弦，就是这么巧，音乐带来的缘分无处不在。这个琴它得保养保养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谈啥保养，这个温度，对，能响就没问题，对，能弹没问题。弹没问题，小心点去。我是昨天到了漠河，找了个小琴行去买了一把。不是，他刚才一进门，我一看咱们骑的老哥，赶紧来问一下。对，行，我们出去玩去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，一会儿回来。好嘞，那就先放这儿啊。呐。现在我们在北极村。北极这个词稍微有一点点歧义，但是确实是中国的北极，因为就在那个方向，大概在步行10分钟就到俄罗斯了。北极村的位置正如其名，这里标注着中国大陆最北的坐标，隔着黑龙江面的中俄边境，江对岸俄罗斯的瞭望塔清晰可见。最美极光观赏地，河道名称黑龙江。哟，这么陡啊！哎呀，我感觉还是快点下去比较好。我在中国最北极，啥也没看见。今天咱们只是一路向北开了，但是没找着北。这边肯定不是北。打了你找不着北。这边肯定不是北这边。这是北，但不是最北，最北在那儿。妈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让你找不着北。还好，这个是软的，这个是软的，可以砸一下镜头不？我拿个伞的吧，来来来。都扔衣服里了。啊，狙击手，给他拍照。狙击手，那你不得把炮拿来吗？没扔到俄罗斯，再来一个。扔到俄罗斯就是国际事件了。对，你这相当于向俄罗斯开炮进攻。哎，刘毅打响了向俄罗斯进攻的第一炮。这里不是挪威，不是冰岛，这里是中国漠河。明天我要正经拍正片。这里天黑得很早，
还不到下午5点就已经天黑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结束了短暂的初体验，赶回村里吃晚饭。漠河冬季的美食并没有太多选择，铁锅炖一切在外面可能是一句玩笑话，炖一下吧。但在这儿吃上一顿热乎的铁锅炖，确实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在这儿只能吃铁锅炖。嗨，哎呀，看这个，辅导，认识这个吗？冰桶，你找老板要打火机来。我这儿有。这个东西还很难做呢，还有辣吗里边？你这打火机不行，这是灯，这晚上点亮可好看了。等会儿让老板给你点亮了看看。这能单做不？单做给来个一人来个大个一人1条，5条。行，5个人。啊。东北人的热情从来都不是谣传。老板在上菜之余热情地跟我们聊天。这条街由于多年在南方的缘故，我已经不习惯去讲东北话，但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浓浓的乡音不自觉地从嘴边冒出。你那冰灯啥时候点上？一会儿下班我跟你对，南方人没见过，给看看。啊，这块儿的当地就以前过年的时候，家家都冻冰了啊。然后那个东北不大，如果你要和一个东北人攀老乡，哪儿都很近。我们现在在江苏，东北又很大，太远了。这片黑土地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东北人，他们有的留在这里，铁岭的，有的奔向南方。他是绥化的。哎，我们老家绥化张伟的。哎呀，你张伟的？啊，我是那个红旗那边的。红旗那边。这一人1条夹了得了呗，咱往这摆啥呀？这来一条最大的。对，扔里没事。对。饱餐过后，在北极村的第1天也暂告一段落。每次1元，泼水成冰，每次1元。开水泼水成冰，每次1元，很热闹。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已经开始练习了，这是个体力活。那个瓢它装满了水之后很重，端着这么一瓢开水，其实你的心理负担是比较大的。哎呀，喝不下那么多，喝不下呀！孩子够不够？哎呀，喝不下了。恼火，孩子。够不够？够。撤！有点像那个奥运会10米跳台准备跳水的那种感觉。准备了吗？给个口令来。3、2、1。是不是没白练？去人那交了10块钱学费。下一位。师傅，我这老妹儿酒量好，你多给倒点。好嘞，孩子，能喝。必须给你咕嘟咕嘟。我说你这会儿，哎呀，喝不下了，不行，喝不下了。不行，必须给孩子，必须给。来东北不能结巴啊！喝不下了。你真躲呀，别躲，这水都没了。冰面裂开了，你看我把黑龙江抠开了。泼水成冰结束后，没想到竟然收到了昨晚铁锅炖2哥2嫂的信息。他们说难得见到老乡，一定要安排上一顿正宗的家常菜招待我们。东北人的热情真的很难推脱，也正是这特别的缘分，让我们未来几天在北极村的旅程增添了满满的温度和惊喜。哎，大哥，看我这手机，接着暖宝宝了。来了，姐。早上去泼冰去了，泼了一会儿阴天了。咱先点菜。凉啊，谢谢啊。
聊天中，他们自称是那批离不开东北的东北人，我有直觉。但提到儿女，可能和我们这一辈一样，对，属于那批想要走出去的东北人。萍水相逢，二嫂一句“来到这儿就当到家了”，让我这个离开东北将近20年的东北人，突然放松了拘谨和客套，好像只是一句乡音，就把我拉回了那个热情纯粹的黑土地。饮水思源，同行的南方小伙伴对铁锅炖的火源、柴火棒子兴趣浓厚。二哥内心也着实还是个爱玩的青年，拉上我们就去了他的大后方。看，这是成品，是很粗的呀。那你看看原料啊，你试试吧。大哥给你挑个细点的，你这粗的你走明白。放哪？手拿低点。捏这儿。捏这儿。对，没事，看不着你，看不着手。哎呦，我好害怕。在我这儿，你找对象都不好找。我感觉是不是这边会好劈一点？使劲。看不着。啊！哎，这个可以。对。你这个砍不动。教你，这必须得戴手套，知道吧？这我砍上也没事。这个感觉。你看大哥这速度。这些全部都是手劈的。对呀，都是使的小。正经劈一下，我这劈一顿饭的，咱等会儿爆一顿，晚上回去就烧这点儿。我真服了，瞄不准了，瞄不准了。自力更生，想吃铁锅炖吗？自己劈柴火。你还不如在你门口店门口围一小块，让小年轻来旅游的劈柴火。对，你要给你砍到手指哪里？哦，也对。这玉米咱是自己种的，是这块地。哦，这块地。这块地是种玉米。你这也是大产业，这一大片。这是蓝靛果。蓝靛果啥？跟蓝莓有啥区别？它花型素比这个蓝莓还高。这得什么月份呢？绝末吧。所以说你来的不是季节吗？到秋天的时候来，啥都吃得到。说明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得一旦被点燃，是完全可以压。就感觉这边要安静一些，那边就是商业化比较重一点。我们依然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们有体验过在2米厚的黑龙江冰面上捕鱼吗？中午跟大哥又畅聊了一番，现在咱们出发去见证东捕的后一半。前一半这个下网，由于早上偷懒了，睡懒觉了，没见到。好，咱们黑龙江面见。你也来了？哎呀，我大宝子这衣服咋穿的呀？苏格兰风情呗，穿跑偏了。下这个坡啊，这快刀斩乱麻，就跑就完了。哎，你们谁穿的？下题啊！我来，这个长见识。哎，我手套，要不你不行了，再把手。冰吗？没事。啊。这啊，实心的。哎。一会儿手就滑的先穿边儿啊，先把边儿穿大了，然后再穿中间。这家伙昨天自己劈柴火，今天自己凿冰豆。哎，有水，看见水了。嗯。哎呀，上来了。来换班。这是纯体力活。
关键是你不知道凿什么时候能下去。那已经能看到水冒出来，透了。还得是东北孩子是吧？敲呢？肖哥，我来。动手。这跟那个火锅里捞菜似的是吧？是不是？干净了，你看这都能看见下面了，这伸手捞呗。这网多深呢？把它勾上来了。来了，啊，还高砖头子。走。在这系个绳，到那边去捞。现在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鱼，是不是？你这么捞有手感吗？啊，这个纸壳是怕网冻在这里是吧？哎呀，年年有余啊！透着水，下面全是鱼，一个一个排队呢，在这儿。这个戴手套摘不了。还是东北好玩是吧？那他们那个市场卖那鱼怎么都冻得一根一根直的呢？那都是就是死鱼冻。哦。你像这你搁这儿的，那都是夏天那活的那。啊。那啥？活鱼冻的它就得有形状是吧？你干啥？你那已经冻硬了。蓝碗呢？蓝碗。看蓝碗啊！我去，咋拽？哎妈，给姐手冻的。边拽边往后退，往后走。边拽边走。明白了。行了。好了。鱼呢？装起来了。大哥，鱼让我瞅一眼，在哪儿呢？在后备箱呢？在这儿呢。你看，还活，这还一单。这个大，装鱼。整完了，没事了。摸鱼。走。好玩吧？所以这个出来旅游爱玩不分年纪。鲶鱼估计收拾干净，降一下，降焖。那小白鱼啊，只能炸一下。刚才大哥偷门跟我说的，说我跟你说实话，这鱼比我们店儿卖的好吃。这样的他跟我说的。啊。真的，什么啥就是好吃，还是骗你。这野生的鱼是吧？短暂休息，现在我们去吃下午捕的鱼。每天换一桌感受一下啊！这桌都做好了的，这花卷都熟了。闻着下午那鱼味儿。尝尝啊，看到自己打的鱼香不香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上半期的内容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还请多多支持我们的作品。下一期咱们一起去雪地里撒点野。